Hello，各位亲爱的媒体老师、嘉宾们，还有我们视频前的观众，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秋季新品发布会啊！一年一度，我们又在这里见面了，非常非常的高兴啊！去年我还想起来，就是当时飞机晚点到，早上6点钟才到，然后就怎么说也没睡多久，然后赶过来，当时还是比较风尘仆仆的。但是今年的话，我睡了一个好觉，所以我觉得状态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可能也因为这个状态不错，我们应该就今年发的东西不会像去年发的搁那么久。然后我们公司呢，我就不想去赘述我们的开发里面到底投入些什么东西了，因为大家有目共睹的。然后我们这2年呢，也在东莞、深圳相继建设了各个研发中心。然后我们同时呢，也投入了非常非常多的资源和人力在新的产品线上面开发。然后我们非常幸运的，最近刚刚拿到了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专精特新小巨人之类的东西。反正就是这些虚名而已。今天的秋季发布会呢，我们有个主题叫做这次真不割了。为什么叫这次真不割了呢？因为众所周知，去年我们不是发了很多东西吗？然后去年我们的一个重头戏割到了今年还没出说起来也是惭愧，这也是我们水丝老传统的，就是就鸽子嘛，对吧？鸽子都是鸽子本鸽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这次不割的第一个产品呢，就是我们的这张图大家见过吧？就是去年我们也晒的同一张图，这图我改都没改，连文字都没改，就直接把它放到这个 PPT 里面。我们的概念对调的月之暗面，但是当时展会我们展示了过，大家都说生意很好就是有个问题就是，第一天就摔坏了。为什么会摔坏了？后来我们复盘了很久，发现当时我们在结构上面做的玻璃 PCB， 然后上面直接加插座这个做法，让只要你线插狠一点，它就会断掉了说实话很惭愧就是当时我们内部对于这个耳机大家都轻打轻放，也没有怎么去在意这个事情。然后我们会来痛定思痛，同时顺便呢也接受了很多用户对于外观上的反馈，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外观上的小小的改动，就是把我们最早的这个设计思路，当年的第一代平板耳机的一些设计元素给融入了进去。同时呢，我们给它加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月牙，大家看没看得到？就边有一个月牙，就意味着这是月之暗面。然后也有一个，就是科幻界一直有一个那个谣言嘛，就说月亮其实是一个聚构体，对吧？那这就是一个聚构体，所以你在月之暗面才看得到。反正就搞了一点典故进去。经过1年的开发呢，我们现在终于又重新面世了这个月之暗面。那我们再重新说说我们的外形材料就是这个 NTPT 就是反正很贵的材料。就是如果在场的有哪一位副哥曾经买过什么 Richard Mille 这些东西，就会见过这个材料很熟知的多层复合碳纤维。然后同时呢，其实在 F1 赛车领域这类材料也有应用嘛，就是它也是干式碳纤维的一种。然后是一个理想的外壳材料就很硬也很轻，特别特别的好。本来我们的平板耳机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平板耳机磁路设计比较特殊嘛，所以通常来说都比较重，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方式来减重，也是很好的去提升了一下它的，就提升了一下佩戴去年其实大家的反馈都说这个佩戴还不错。然后就这个3D 打印头梁就之前我们先在天空之城上面先上了这个材料呢，我们现在也是慢慢的把它给普及应用了，真的大家的反馈都很好，而且耐用性也很好。然后就是我们的声学结构大家可以看到，去年呢我们的这个没有激光笔了，有点遗憾。去年我们这个部分是一个玻璃的框架。然后是和插座一体的。那今天我们做了改变，我们这换成一个陶瓷的框架，然后呢，下面延伸了一个软性的电路，然后再延伸到插座。就这个结构上的改良呢，如果我们又调整声音，调整了很久，然后做出来了，陶瓷基材的这么固定框架，反正就还是很好这个是我们老生常谈了，就看一眼就比较好。金振膜500纳米基材，然后坏处就是比较难推，好处呢就是它很软。软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内部的振膜的应力会比较小，
就会比较均匀，然后在好的设备下驱动的上限就会很高，声音上限会很高。但是因为它本身金的阻抗就比银要高很多嘛，所以就比较难推，真的很难推。然后我们的声学测量啊，这个频响我不知道有没有弄错啊，因为感觉好像是去年的那个，今年的稍微有一点变化，反正也差不太多，就这样就这看着。失真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应该跟去年也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配了一个这个 PPT 我也是做错了的，就是它不是金银拔合金，这个线呢是叫做银拔铂合金，反正就这个线比较贵，但是呢我们试了很多啊，反正都这么贵的耳机了，肯定还是要好一点的线，然后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好的配线，然后呢有原标配是 XLR 插头的，因为考虑到很多 high-end 的设备都是这种4针的输出嘛，然后我们也有6.35的和4.4的转接，都是同样的材料啊，很好很好。然后我们有一个箱子，这个箱子呢这次做的其实比天空之城那个要更加牢固、更加结实，也更贵，看着是不是有点像日摩瓦的工艺啊？比日摩瓦这样好多了。然后我们这次搞点仪式感的东西，我们每一个机器附带的金属名牌，上面呢有主创，也就是我和我们的这个项目的主任工程师，我们的另外一个同事，他写的他的网名悠悠子上去，所以你看悠悠 Z 嘛，就是悠悠子和我的签名在上面，就很有仪式感。然后呢，每一个机器都有单独的编号啊，就仪式感。价格也是一样的，2万块，然后价格不变。然后这个耳机呢，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正常量产了，大概会在这2个月就会上架吧。啊，具体什么时候上架？那天市场部给了我一个预期，我可能要翻一下，但是翻一下呢又不优雅，我还是翻一下吧。我看一下哈，大概啥时候来的？月之暗面啊，大概这个月就会上架，欢迎大家关注。然后还有一个搁了很久的东西，但这个搁了很久呢，又是其实去年我们就展出了这个产品，然后我们也做了很久，但是中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啊，什么耐久性啊，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我们就一直搁。本来说这次想拿现货出来发售，快了，其实也快了，就是我们的新的 EVO2是我们的真无线的蓝牙耳挂式的无线解码耳放。大家都知道，我们好多年前推出过 EVO1，但 EVO1这个产品有一点问题，就是我们当时为了把声音做好嘛，在里面挂了一个 Cirlogic 的 ESS 的9318，对9318的芯片，然后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功耗过大。然后这个虽然我们电池很大了，但只有3个小时的续航，那就相当的不好用了。所以我们这次呢做了一个不一样的创新，就我们在里面加了一个定制的蓝牙主控和一个更高效的功放芯片。因为这个蓝牙芯片的话，22纳米的架构，所以就功耗比较低。然后用数字功放呢，就类似于索尼的那个思路吧，就是在低功耗下推出足够大的推力。目前这个数字功放芯片大概有90毫瓦的推力，也就是说在每一边的话，输出的在推动一般的耳塞是足够的，所以声音的力度也会比较好。然后因为这套架构，我们有15小时的单次续航，就是从盒子里面拿出来带上去，你可以一直听歌，放到1万的音量听歌听15个小时。但这个机器因为推力比较大，所以1万的音量也很大了。然后充电盒额外提供3次的充电。以及我们这次把盒子设计成了3方盒，之前我们做了个皮盒嘛，然后皮盒体积也比较大，大家也会觉得就是它的结构不是很稳，所以今年我们为了结构的稳定性，做了一个3方盒的造型。还有一点呢，就是反正大家玩 IEM 的都喜欢用那个派利肯的盒子来装，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类似于派利肯的防水性能的一个盒子，但是加入了一些自己的设计思路在里面。总体来说就还是很像嘛。常规的LDAC、HDC 5代这个东西都不赘述了，就标配。还有就是我们标配的 APP 的操作，
然后我们新构成的 UI， 去年我们也提到过，我们现在半个月一迭代嘛，反正就是敏捷开发去做软件。然后今年我们的软件团队又进行了扩大，然后又有了更多新的一些更新。同时我们 PC 端呢有更多东西，所以这些都可以用。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可以支持你导入自己上传的或者我们频响库里面的各种耳机的频响。导入了过后呢，然后可以基于一个目标频响自己去算，然后也可以分享到线上。然后分享到线上以外呢，你也可以把它输出一个二维码，分享给一起玩的那些朋友。反正我们一直在优化这套使用的操作，然后一直优化这套 UI， 现在相当的好用，既专业又好用。然后我们的 EVR 就这些东西，卖多少钱呢？499。大家请把良心公平扣在良心上啊。然后就很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割的东西有点多，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割了也很久的产品。就是这个东西。就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因为现在大家流行用入耳式耳机打游戏嘛，原因也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一般头戴式的游戏耳机生产节像它确实非常的不准，有各种的原因，待会儿我会提到。但现在我先说，因为这个原因呢，大家都喜欢用入耳式耳机打游戏。但入耳式耳机打游戏呢，如果麦克风在领口这个地方，它收音没那么稳定。就是即便用了很多算法，用再好的麦克风也会有问题。所以呢，大家都很多公司都相继开发了这样的一个麦克风杆。很遗憾，这个项目我们是2年前立项的，但现在才端出来。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只是开发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是一个入耳式耳机专用的有线电竞套装，叫 ES Combo 这个顾名思义就是 eSports Combo。非常简单的命名。我们这个东西很复杂，就除了有耳机线、有麦克风、可拔插的麦克风以外，还有声卡，然后有中间的这些开关，然后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配件。也是因为这套软件优化，所以我们会做了这么久的时间。首先就是这个可拔插的麦克风模组这个就非常普遍的，大家做的都是这种东西，不多赘述。然后我们额外加了一个在领夹这个地方加了一个mute 开关，因为对于打游戏的人来说的话，就是静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用场景，尤其是你在打游戏，你看你酣畅正嗨，你妈妈突然叫你吃饭，然后你就说对不起，那个我要出去吃个饭，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还把你吃饭吧唧吧唧的声音给录进去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关掉，就很方便。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其实也把这个，因为这个东西开发出来过后，去年我们就把它送到一些游戏战队去让他们测试，然后他们跟我反馈说，不行，你这个麦克风会喷麦。我说我有 ENC 为什么会喷麦？然后他们就试，我们试了过后发现，不管是什么麦克风，只要没有这个风帽都会喷麦，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定制一个风帽，然后附赠在里面。然后我们特别开发了游戏声卡，这个是它的核心。就是我们这个游戏声卡有几个功能，其中一个就是你可以5个调音模式可以一键切换的，然后这个按键只要你按下它，就可以直接在5个模式中切换，然后会有5个指示灯给你指示，现在自己在哪种模式下，非常的直观。然后第一种模式我们叫 FPS1，对应的是像三角洲战地这类现代战争。然后第二个叫 FPS2，对应的是瓦罗兰特还有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守望先锋》这种比较科幻的，就是里面的枪声不太写实的。然后第3个呢，就看电影和3A 的，就2头调音。第4个呢，就是 Music 就是还原像，说白了就是 Music 什么都不调，就是耳机正常的声音。然后第5个是我们的核心点 ，Custom， 对，就是我们又把这个东西装进去了。就水人语就什么东西都会把这个东西装进去，然后也是我们的基本操作，然后但是这个是我们的 PC 端的界面，然后滤波器也可以选择 Q 值，也可以选择什么都有，然后也可以自己算，就很方便。然后手机端也有移动端也有，然后这个专门针对电竞的。以及我们在侧面做了一个可盲操的实体开关，去开关了 AI ENC， 因为 AI ENC 会把云以外的声音全部消除掉，但如果你不想消除的话也可以，你可以把它关掉。然后这个可分离嘛，这个基础设计如果一体的话就没那么
用的场景就没那么多了。尤其是其实很多电竞选手在赛场上是不允许使用额外有声卡的，也不允许使用 Type-C 设备。尤其是今年开始三角洲的赛事都把这个东西禁掉了，所以我把这个东西分离了，你就可以直接你在参加比赛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声卡去掉，然后这个插头直接插在他们的这个输出端设备上。然后呢，考虑到很多电脑还是 A 口，所以我们又在插头这儿做了一个专用的一个口换头，然后加了一个加固的东西来防止它断在里面。因为如果我们有一个没有这个专门的一个模具去把它包住的话，那实际上 C 头很容易在转接头上被掰断，尤其你扯。那我加这个东西就可以让它保护好。然后我们加了收纳包，专门用的。就是你要带出去的时候，你可以把它这样分开带，很方便啊，就是考虑的非常周全。然后就这样的一套东西，模块化设计有专用声卡，然后呢有我们的在线交互是 DSP， 然后可以物理按键的降噪啊、闭麦啊，然后每个模块可以单独使用，各种设备来兼容，都可以兼容的一个东西。199，非常的良心。我已经看到有人在喝彩了，当然这里面有演的成分，但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然后既然提到了这个，就要从刚刚那个产品提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子品牌，叫做 Moonjob Gravity。我们起了一个很中二的中文名，叫允悦重工，听起来就非常的中二。那这个子品牌是干嘛的呢？就是专门做我们的电竞类的产品。然后我们公司内部为了做这个产品，我们成立了一个有前职业的电竞选手，甚至有很多冠军的一个团队来干嘛呢？专门测试游戏耳机。我们购入了市面上几乎所有的游戏耳机，就是你能想到的所有的热门的，就是太冷门的也不算。然后从那种便宜的到贵的，甚至我们有闹了个乌龙，就是那个赛卫星出了个6000块的游戏耳机嘛，然后一不小心买了两个，既然买了两个你就拆一个嘛，反正就是为了分析。然后也对于基本产品的一些进行实际的游戏的测试，我们的这个电竞团队他们做了一套测试的 SOP 来去测试在不同的游戏中所有耳机的对于楼上也好、近距离也好，反正各种情况下的脚步声和枪声的这个适配。同时呢，又基于我们自己的声学团队，我们一起去测嘛。我们公司就什么人工头都有，什么测试设备都有，所以我们都会把它全部给测完了过后呢，根据这些数据和它的这些表现，然后我们来整理出一套方法论来去做产品。这就是我们做产品的态度，但是还是很认真的。而且实际上呢，我也不会在后面去展示我们有多少合作的电竞战队，因为我们公司现在合作电竞战队有点多，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就不一一展示了。然后我们也有大家都知道，我们前几个月嘛，7月份的时候，我们自己以那个冠名的一个战队龙腾，在三角洲的国际邀请赛，也就是世界赛上面拿了冠军，拿了世界冠军啊，这个东西也很开心。然后我们把这个奖杯也抱回公司了，然后就很强。明年我们也会有完全自己的团队去参加同样的赛事。就是为了做好游戏耳机，我们也是尽全力、非常认真的、尊重的去做这个东西。因为游戏耳机，我相信就不是像很多人想说做游戏耳机就做出来。我们这个项目深耕了已经有2年多了，从最开始我们的 Blazing 3被各个战队的选手给选用，到后来我们尝试在入耳式耳机里面去做优化，然后再到我们做这些产品。实际上，我们的游戏耳机还有一些已经开发了2年多，还在开发中的。这次装出来的呢，会是我们的一些基础的产品。总而言之，就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做东西的态度就是比较脚踏实地，比较认真，也不玩那些虚的，就为了把东西做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提到的这个产品呢，也是一个游戏耳机。然后我在做它之前，我们对于市面上这些游戏耳机，我们也说了，我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测试，也对他们性能啊、评估啊这些，反正做了很多事情。然后我们发现了一些事情，就是其实游戏耳机这个东西，尤其头戴式游戏耳机这个领域，非常非常的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在哪一点呢？就是如果大家玩过这些耳机，会发现，就进口品牌嘛，什么西伯利亚呀、ROG 呀，不好意思，我说错了，赛睿呀、ROG 呀，还有雷蛇呀这些产品，他们都有自己的底线，就是这些产品其实都是很好的，他们至少在左右声道平衡性上面是做得很好的。
然后我们又测试了其他的一些各种品牌的耳机，然后发现其实便宜的游戏耳机通常来说左右声道一致性连最基础的国标都达不到。那你说听声辨位，你左右都不一致，你听什么辨什么位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一些职业玩家大家都会选用入耳式耳机来打，因为入耳式耳机经过这几年的迭代，这个行业的这些更新，大家都也，因为我们最早也是做正负 1dB 嘛，然后大家也跟着做的类似的标准的，所以就入耳式耳机大家都可以达到这些提升辨位的东西。然后我们也深度研究了关于游戏耳机的所谓的虚拟7.1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门槛也很深，然后课也很多，然后大家都喜欢用各种的方案，然后有什么某 media 呀，反正乱七八糟的一些方案，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了测试，发现都很烂，所以就确实是没有什么弄的必要。但是我们自己其实也在开发去增加游戏氛围，因为虚拟7.1其实只能增加氛围，它对 FPS 没有任何增强增益。那作为这个目的的话，我们其实内部的算法团队也在自己写用于上位机的这个算法，将来会直接应用到我们所有的游戏耳机，无缝衔接，就不需要说你需要买哪个耳机才有，就未来哪个耳机你都可以支持到。然后这一套的算法和这一套的硬件呢，我们内部还在开发和迭代中。这套东西做了过后呢，它的主要目的其实也是一个更好的下混，因为对于耳机这一端来说，你收到的这个信号很难进行一个，你作为一个下位机也很难进行一个好的一个下混的性能，所以我们决定把它做在上位机。然后我们看到很多大厂也是这么做的。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子品牌的第一款头戴式游戏耳机产品，叫做很直白Game Master， 这个是意大利语，所以我不会念。这个是一个无线头戴式的4模电竞游戏耳机，4模呢，如果放在某些友商的叙事的话，就叫5模了，但是我们还是称它为4模。我们4模打4模呢，我们私有的2.4G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然后蓝牙6.0这个天头嘛，你可以带出去用，然后呢 USB-C 和 A 的是这个可以有线连接，还有3.5的有线连接。然后首先我们私有2.4G 就有2个口，一般来说别人就算2模了，但是反正都是2.4G， 我就算它1模。然后我们的这个2.4G 呢，用的是某最近上市公司的最新的芯片，因为是最新最高端的，所以其实比同价位的这游戏耳机用的下调要好一些。然后我们的dongle里面加了额外的 PA， 就加了额外的功率放大器，所以传输延迟也会更稳定。然后理论延迟会低至15毫秒。然后其实我们看了一下，电商品牌普遍用的比我们更低一档的同一家的芯片也是写的15毫秒。那我说，但是我实测下来真的没有，好吧，所以我就放一个全链路的实测数据，就全链路不只是传输，我们的实测大概是30毫秒的延迟，这个也很低了，就是对于 FPS 来说完全没有问题了。然后单元呢是一个50毫米的铝磁单元，就一般来说这个不会上到 N52， 但我们还上到 N52， 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声压还是很重要，我们需要更多的空间来给我们的EQ 调音的时候用。然后我们做了一个碳纤维复合，那个叫什么呢？碳纤维复合脂纤维球顶做了振膜。我们看了就是友商用这种材料的都管它叫碳纤维，但是因为我们有真正的碳纤维的材料使用，所以我们就还是把全名给你写全。这个相对是便宜一点的碳纤维，但也是碳纤，然后性能呢还可以，反正就是远远满足游戏耳机的需求。然后水雷宇做耳机嘛，反正也会很认真。然后我们也调研了从内的竞品，实际上大家都没有做这个双麦克风阵列。然后我们觉得双麦克风阵列来做 beamforming 呢，还是非常的有必要的，因为一般的 AI-ENC 只能把那个人声以外的东西给消掉。那beamforming呢可以指向性嘛，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宿舍里面，你在网吧里面，周围的人都在说话的话，你得把周围的人的声音给消下来，对吧？所以就有加了beamforming，多一个麦克风，多点成本，但是把这个功能做出来还是很有用的。而且因为我有2个麦克风，所以你把这个麦克风给它拔下来了过后，你可以把这个耳机带出门使用，也可以通话，这是目前来说同类型的游戏耳机普遍做不到的。然后2段式按键来闭麦。
然后这个是我们发现，就是顶尖的游戏耳机都会有这个功能。那我觉得两段式还是对盲从来说比较重要的，虽然会增加一点成本，但是我们还是做了。然后我们这个旋钮是模拟电位器，也就是说和你的电脑是独立分开的音量调节，反正就很犀利嘛，比较方便。然后1000毫安的电池。然后这个东西呢，我们比友商同价位竞品要差一些，因为一般这个价位都是2000毫安的，但是2000毫安确实会重很多啊。我们实际上塞了过后，然后我们自己内部也大家讨论了很多了过后，发现觉得没有必要上2000毫安，因为2000毫安重那么多，但是你多那个续航多的毫无意义，文字游戏嘛，对，就像那个什么小米17那个什么苏7 Ultra 对吧？那都比普通的苏7 Max 多了几百匹，纯文字游戏也没什么用。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么想的，所以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把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比起把电池加大，我们更关心于用更先进制成的芯片去把功耗给降低。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蓝牙模式可以续航150个小时。那么友商一般说的250小时续航也是蓝牙模式，然后实际上2.4G 是做不到的。那我们都会写出来。为什么他们2000毫安是250小时，我们1000毫安是150小时，不是翻倍呢？因为我们的芯片的功耗更低啊，更先进一点，就更贵一点。所以呢，基于这些，我们就把又材料用好的情况下，又把重量给控制了。这个耳机重量不到270克，这个是抛着算的，就是因为每一个都会有差异，反正就无论如何都不到270克，所以我们就佩戴很舒适，你可以一直戴一直戴。然后我的透气耳垫嘛，所以也可以一直戴，不会有问题。然后我们夹持力是做了一个4流的夹持力，也很轻，也很舒服。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那套东西，然后我们给游戏调音做了新的适配，然后你可以按每一个游戏旋钮，然后进入游戏相应的这些预设，这些预设都可以是职业选手自己上传的，也可以是玩家分享的。然后实际上我们给职业选手，就是我们合作的战队，开放了一个专用的调音工具。就是因为很多职业选手虽然打游戏很厉害，但是他们其实不会调音，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开发了一套调音工具给他们用。但为什么不针对所有的用户开放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东西烧 token， 而且烧得很狠。然后这个也是有的哈，就是 PEQ 啊，这张图还把我们的频响给露出来了。就是我们的 PEQ 10段的均衡器，然后也可以自己设置不同的那个滤波器类型，然后手机端、电脑端都有，老生常谈了。这是我们的频响啊，就是即便是游戏耳机，放心好，这也是水宇做的东西，它频响一定会好的。还有一点很关键的就是左右声道一致性，我们也是做了正负1 dB， 即便是在头戴式游戏耳机上面。这个好处就是远高于游戏行业的平均水平，带来更准确的方向定位。说人话就是，左右一致性高，平衡度准确，那你就可以更好的定位。然后频响自然嘛，因为你看到紫色的线条是我们的 target response， 也就是我们的目标曲线。这是一个基于扩散场的5128做负1 dB 的斜率来做的一个目标曲线。然后基于这个目标曲线呢，我们调了一个这样的声音。你们看到有一些有坑的地方，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也是基于听感和游戏的需要去优化的。那为了这些呢，就是我们也做了很多测试。目前这个就是可以实现说，你听脚步声也很清晰，然后听歌也很好听，很泛用的一个调音。然后我们这个耳机呢，用料也很好哈。就是虽然这张图看不到，但其实我们的头梁就是上面的这部分用的是真皮包覆的，而且是我们定制压纹的真皮。然后周围的缝线也是那种，就大家可以看到那种缝线很多都是外包在外面的缝线，那种是比较便宜的那种。那我们用的相对贵一点点，我觉得会帅一点的赛车缝线啊，成本会贵接近2块钱，但是我觉得为了帅还是很值得的，毕竟帅是一辈子的事，对吧？那个还有一个为了帅的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碳纤维的饰片和铝合金的饰片，啊，白色就用铝合金来做装饰，黑色用碳纤维来做装饰。总之，就还是要好看。啊，这个是一个很常规的电竞耳机的设计的基础上做的小巧一点，好看一点。这个圆盘形的东西戴在耳朵上面显得耳机小一点。大家都知道，模特戴耳机要好看嘛，就得显得耳机小，所以就这样的一个产品。
价格在299。不太习惯这种就是有一点点做作的喝彩啊，但是没有关系，我还是很开心的。那个本来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反正就只是一个常规的游戏耳机而已。但是呢，实际上还有高手。就是我们和京东平台合作定制的特别版本，也是我们去年去京东开会的时候要求我们做的。说实话，这个产品就这么简单的东西，我们也做了1年多。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效率确实有点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慢工出细活嘛，对吧？欲速则一坨，这是我司的内部 slogan。然后这个京东4Pro有什么差异呢？就是这个耳机的配色是基于京东平台根据自己的平台上面的这些销售的数据来判断、来确定的一个颜色的搭配。我个人来说，以我个人的审美来说啊，对于这种基于数据去评判配色的方式有点不太掰，但是呢，反正平台是大爷，平台说了算了，就是。怎么说呢？还有包括定价这些东西，乱七八糟的功能也是这样的啊。同样的4模，同样的4.4G，同样在线交互 DSP， 不同的呢是我们正模换成了那种钛球顶，就镀钛的球顶还可以，挺好的。就我是一个，虽然说就是极限性能会没有说那么主力性能没那么特性，没那么优秀，但是至少它的那个高频延伸是非常好的，顺态响应很快的，反正各有优劣吧。然后以及就是这个亚克力装饰片的这个外观，然后蛋白皮的头梁，反正就是刀法可控，把刀好钢用在刀刃上，刀法刀在没有那么对声音没那么重要的部分上面，来做的这个京东合作的定制版的游戏耳机啊，GM1的01，跟刚刚是01 Pro 嘛，这个是01，就这个差距，然后199。然后也是仅京东线上商城销售，然后这2款产品呢都会在近期，可能就这2天吧，应该就这2天，好像可能就是今天吧，就会开启预售，然后预售时间大概半个月，差不多就这样子。Pro 好像是1个星期，反正现货我们已经备好了。对，还有谁记得我们做过一个叫爱丽丝的东西？就很多用户真的都老是就是隔3差5就问我嘛，说你们那个爱丽丝什么时候能够再做一个？爱丽丝很特别啊，就是我们把一个全尺寸的一个真正的 IEM 用的高性能的动圈单元塞进了 TWS 里面，所以它的外观呢既不是正常的斗式，也不是符合丙式，是一个很猎奇的外观，或者说我觉得这个很概念的产品。那好处就是现在都还有人心心念念觉得它声音好嘛，因为毕竟性能在那里嘛。那我们其实一直想迭代这个产品，实际上中间我们迭代过1次，然后又砍掉了，又重新迭代，好像过了慢慢的有一招没一招的在做，然后做到现在可以端出来了。这是我们新的叫做万华镜。这个万华镜哈和某个 Galo Game 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哈，就是单纯的就是觉得这个名字比较酷而已，不要想太多。我们这次加入了降噪功能，然后我们称之为概念设计耳机。为什么是概念设计呢？因为它既不是斗式，也不是丙式，就是它是带有丙的斗式，但是它呢又是一个很宽的丙式，我们叫阔丙式，反正不知道该怎么讲。然后呢，整个透明舱的设计也比较有那种概念的感觉吧，所以就总之为什么做这套设计呢？是为了不妥协音质，就是我又想要塞大单元，又想要塞大电池，又想要把电路板做得大一点，这样的话有更多的 layout 空间来增强它的屏蔽，反正就是既要又要，然后就做出这种东西来。然后这个单元呢，是我们的那个基于我们的这个专利的13毫米的超线性单元，也就是这个玩意儿，就这玩意儿，对，来做的。这个东西用了好几年了，但是一直在改良，一直在迭代嘛，去优化它的性能。好处呢就是，
怎么说呢，10毫瓦当160毫瓦用。坏处呢就是会比较大，也比较良品率比较低。我们现在也是优化它良品率，然后呢，这个用了单排碳纤振膜。单排碳纤振膜和刚刚碳纤振膜的差异是什么呢？我记得就是那个索尼最近不是发了一个那个限量版嘛？那个限量版就是单排碳纤振膜，它普通版的话就是刚刚的那种比较便宜的碳纤。单排碳纤振膜呢就是贵，但是良品率低，但是它好，因为它刚性高，它又轻，它内部阻尼系数又好，反正要啥有啥。我很喜欢这个材料，之后我们会经常用它的。然后就这样的一个好的单元，13毫米全尺寸的，厚度3毫米的塞进去，做了这样的一个频响。你看它高频衰减的地方，其实是实际听起来有风的地方。然后针对这个单元的声音特性优化的听感。失真嘛，失真也放一放。反正就是很低，有多低我看一下。你看1K 那里基本上在0.01以下了，就很低。现在很好哈，然后这个也是支持的10段 PEQ 可调，然后刚刚说的什么社区啊、分享功能啊都有，就机操56啊，就这种所有操作都有，所以我们就不太多赘述了。这个也是一样的，就啥都有，就不多说了，没什么必要。然后呢，因为我们用了一个来自于 Aroha 的一个比较先进的芯片吧，然后这个芯片有120 dB 的动态范围，所以我们为了把这个发挥出来，做了一个更大尺寸的 layout，为了更好的屏蔽嘛，然后花了很长时间去优化它的噪声，所以也是做了这么久的原因。然后这个是个双馈自适应降噪啊，比普通的双馈降噪好一点。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布丁上面做了自适应降噪嘛，那自适应降噪好处就是它一直自动校准，自己去优化，所以实际的降噪的效果听起来会比测出来一样的要更好一些。然后我们这里有一个微微的透传模式，然后这个透传模式下呢，声音会比较自然。那么我们先放一个频响。那大家可以看到哈，这里面，我们这张测试图呢，左边的纵坐标，就最上面的那条是，0 dB 怎么没画出来？笑死！我看一下，反正上面第2条那个地方就是绿线左右的地方是-5 dB。那我们的那个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就是我们的透传，透传的因为第一频我们做了衰减，所以它就听起来不会闷闷的。然后因为我们的测量的话和大家的可能环境不一样，所以实际上的话高频衰减你听起来不会那么明显嘛。然后还有就是紫色是被动因为我们虽然被动主动都会起到作用，但是我们还是不想把那个这些东西混在一起给你展示，我们还是想看到纯主动。然后红线就是我们的纯主动降噪，然后它最下面可以到的这个底是-55 dB， 就凑合吧。然后我们也有多麦克风的波束成型的麦克风降噪，这个耳机每边有3个麦克风，总共6个麦克风嘛，就这种是基本操作。然后有一个大容量激光工艺的钢壳电池，可以提供12小时的单次续航。开盖机连按键配对还有我们这次我们是这个产品其实是我们第一个计划上就是粉末冶金工艺金属转轴的耳机，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相对比较旗舰的概念产品嘛。然后这个转轴呢，因为我们这个全透明的舱，所有的弹力都交给这个转轴做，所以其实这个结构还挺难做的。我们做了很长时间的验证和修改，现在它可以有1万次以上的耐久。就是这个耳机万华镜，怎么说呢？999块，就还行。要翻回去一下吗？翻回去啊！我们再翻回去一下。对，就还可以。就我们也不能说它性价比有多高，反正是一个为音质的目的为出发的一个相对概念一点的产品。然后我们又把功能做得比较全。好的，下一个，对吧？就是今天你看又是什么配件又是什么
么平板大耳啦，又是什么无线耳机啊，这些乱七八糟这些东西，是不是感觉缺点什么？就水月宇是做什么起家的啊？水月宇他妈是做耳塞的嘛，所以我们要回归老本行，来讲点老本行的东西。上点贵的，做点 IEM。这个设计哈比较简洁。比较简洁呢，是因为它的设计灵感源于这个是我们合作的这款产品合作的另一位老师，他的个人审美，他不代表我的审美，但我觉得还可以。我们本来叫 Silicon， 又可以叫硅，但是后来我想了想，一个硅字不是很好看，所以就叫硅基，但是无所谓了，反正它英文名嘛，叫 Silicon。Silicon 呢是我们和 Clinical 的再一次合作，然后做了一个比较新的架构，有意思的一个东西，3合1的5单元的入耳式耳机。就我这边一般不做那种无用单元、无用结构，所以呢，我一般会喜欢，比较实际的、有用的东西塞进去。那我们这个实际有用的这个东西呢，这套东西有什么呢？还是3分屏，一个低音的动圈，2个中音的动铁。反正中频做动铁这东西，我们也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就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地方。然后还有2个 MEMS 的高音，梦幻的吹不利斗啊，声学架构，这个非常梦幻。为什么梦幻呢？因为你想想之前你买的那些带有 MEMS 高音的东西都得多贵，是吧？那这个是一个新的低压 MEMS 高音单元，它好在哪里呢？就是不需要专门的功放，你直接就可以驱动。是由那个上市公司 AAC 开发的，这个东西他们去年就给了我们 demo 了，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把这个东西用起来，原因就是因为它这玩意儿难产了，而且这个东西呢，当时我们调完音了过后，然后上半年的时候我们给它下单，一直都没有量产出来，然后量产出来第一批全是不良，反正就说实话还挺难做的，但是最终呢，就大家还是把它做出来了。然后应该也是比较早期应用这个单元，应用的比较严谨的一个耳机。啊，这个 MEMS 单元呢和那个之前的 MEMS 高音在性能上面没什么差异，然后但是它主要就是它不需要高压驱动，然后频宽也比较宽了，就会很凌厉。然后呢，我们的低音单元呢用了一个木振膜球顶的单元啊，这个复合式，因为球顶是桦木嘛，是一个实际的桦木。因为现在木振膜也有2种，一种是叫木纤维是把木打成纤维过后加入到塑料里面去。那这个呢是实木，就切片的那种，这种就是最原始的这种木振膜。但因为现在工艺很成熟了，所以一致性都很高。然后基于这个木振膜呢，又做了一个我们的那个双磁的结构，怎么说呢？就有的时候我应该学习一下别人该怎么去吹单元里面的每个零件，但是，就是这样的，反正就是一个双磁的结构，然后比较合理的一个设计，然后虽然性能也比较好，然后以及我们的3D 打印做的物理的分屏结构，虽然你看着这弯弯绕绕的，但我这里面没有那种无用结构了，然后就是都是正常的滤波。就非常正常，非常普通，然后加上一个 RCA 的分屏电路，然后配合定制的中音动铁，因为那个中音动铁我们用了很多年了，我也不单独拿出来讲，来做成一个精准的音频，拿着频响嘛，对吧？这个和 Clinical 合作吧那种事情，那现在肯定做出来就是 JM1嘛，就完完全全的贴合 JM1做的一个东西。但是这张图后来有点问题，因为在我们的不同测量条件下，我们那个高频会有不同的衰减。但我们后面包装上面放的都是那个高频会衰减的，但是这个上面放的是那个宽频信号测量的，所以就不太一样。到时候，所以这个频响会和在极高频会和那个我们包装上面那个有点对不上，但这个无所谓，大家不要太在意这个东西。总之就是在16K 以下的频响都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就这样的一个很科学的声音，很科学的调音，科学的耳机。5128测的当然是，然后这个 JM1是0.8 dB 每倍频程的一个斜率，一个平坦的相位。我们这个一看就是实测的，就是小小的波动都给你放出来了。然后就是带线位的0.78插座，然后我们标配的可换线。这里我写错字了，就是，但是我写的是我忘了这是什么线，
然后后来我验证了一下，就这个用的是一个6N 的单晶铜线，其实用料还是比较好的。然后0.78嘛，0.78嘛，然后带铜壳的那种，然后4.4和3.5两种插头可换，就很良心的。然后同时我们有标配了隔壁软耳的这个 UC 套，这种热塑性的 TPU 套，然后以及我们自己新开发的一个双层硅胶支撑，就隔音会更好的一个耳塞套。这个耳塞套我都服了我们的同事了，就是这个耳塞套其实几个月前就做出来了，现在还没上架，本来是要单独卖的。然后这是我新画的，就是我们公司新画的那个量化版的科威内口，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眼镜梁嘛，就不是有戏了。我们每次都会画一个眼镜梁版的科威内口，但是我觉得这次画的很有味道，然后。看这个画风，大家也可以看出我最近在打中国地。就这样的一个耳机，有这样的配件，然后和科威内口一起合作，非常科学的调音，非常梦幻的配置，它卖多少钱呢？249.99美金，也就250元。当然不能用250元，实在太不吉利了，所以就249.99美金。总之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会先在海外发售，毕竟是和科威内口合作的嘛。然后在今天就会开始发售，然后我们备货数量一般，会慢慢的做的。这个是不是还是有点贵？就水语不都是做便宜货的吗？那我们看看有没有便宜的东西吧。我们更新了我们的王牌的竹系列，之前我们说的是叫做什么内卷终点。那这一次我们就直接管它叫车门焊死，就怎么说呢？就是有一说一，在做了竹2过后，我们再看到大家在100元价位说什么自己卷什么的，都觉得有点招笑，因为就是你看那个配置，看那些东西，看那些花哨的东西，但仔细看了单元的里面的结构呀、膜片的设计过后，我就会觉得，就招笑。所以呢，但是还是更新了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因为我们之前在做这个调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是用 C28 为主调嘛。那现在想了想，把调音给优化一下，然后再把单元的那个制程工艺给优化一下，因为也是随着这些年的我们的订单越来越大，然后导入了更多的设备，所以就把它这些东西的整体做一个提升，然后来做了竹3代。首先就是我们又开了一个新的这个锌合金的模具，然后我们在单元的后面正轴上的地方开了一个孔，反正一定程度来减少腔内的反射，因为我们觉得如果在后腔里面加所谓的迷宫，其实说实话有点招笑，就屁用没有。那我们就在里面加，我们格外的是增加我们法旗道行政嘛，就把那个透气孔做得更正对，来减少一点反射，然后把它开得足够大，也减少后腔的影响。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次工艺也做了一个优化，大家会发现我们这个其实做工会比之前好一些。那我们磁路的用料也是拉满的，然后还是这个，因为为什么我一直说就是同类在竞品的100元价位都有点的内卷都有点招笑呢，就是因为实际上就这个用料还是目前迄今为止在这个附近价位用的最好的振膜材料，包括我们自己也觉得是有点太下料了，因为当时这个振膜就很贵，然后最近又涨价了。好处就是铝镁合金嘛，大家都看到都是在什么中屋这些东西上面用的。那这个好处就是高频延伸好，所以这个耳机的大家听起来细节都很好，然后响应也很快。唯一的缺点就是这个材料它毕竟是金属材料，所以它的阻离是欠佳的，所以就我们要额外加，一个是加额外的阻力旋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在那个耳机的前腔设计上面需要导入更多的心思，也就是说我们这次改良的一个核心就是在前腔和导管的结构上面。因为之前我们不是为了做那个可方案的滤网嘛，其实我们的那个导管的结构不是非常的理想，所以我们为了把频响做得更好，然后我们这次用了更大尺寸内径的导管，然后还是黄铜 CNC 的，然后一个新的一体式导管这个导管呢，好处就是把频响做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频响基于5.128的，作为一个单动圈来说的话，我觉得是比较理想的。
对比的是 Target，刚刚大家看过 JM1，所以现在也给大家放 JM1的对比。作为一个单动圈来说，我觉得还可以。然后高频延伸也可以，也是众所周知的嘛。可以看到高频的那个平弹性度一般，这就是金属振膜的特性。但同样的呢，就是解析会非常的好。不管你打游戏还是听音乐，就是作为入门级来说，很厉害了。然后这是我们的失真，基本操作啊，1000赫兹大概在0.3%左右，然后全频都在0.1%以下。这个就是废话了，反正那个主也很小，所以就肯定是佩戴是比较舒服的。以及我们这个带线位的插头，我们这次换了线啊，之前那个为了好看做的银色的线，但那个线其实有点廉价，然后我们这次还是老老实实做了个铜线，然后呢，我们线皮重新开了一套模具去做那个就是这种防缠绕的设计，就是通过减少表面的结实面积来降低它的摩擦力，可以防缠绕啊，反正实用性很高，很好的一个用料。然后我们这个耳机呢，这次会出2种颜色，一个黑色，一个银色，来对应不同的 XP 系统。2个颜色，但声音其实是一样的，没有额外做区别，就不像蓝2的话就是做了个区别嘛。还是99块钱，价格也不变。就虽然我们材料涨价了，但是我们产品也不敢涨价，因为就怕涨价了过后，待会儿大家又说我们飘了，敢涨价了什么的。然后就是这个，就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其实很多年前就在画了一个饼。我记得大概4年前还是几年前，我还发布过这个产品，就是水晶链。对，这个大家等了很久了，对，都是传说中的静电耳机了。然后这是我们这一路走来的历程。你看右下角的这个图是什么呢？是我第一次把这个静电单元手搓出来的时候发在推特上面的照片。当时我觉得已经做出来了，因为在自由场测量下，这个性能已经很好了。我以为，哎呀，果然不愧是我，真是天才，随便一搓就可以搓到那么好。因为在这个搓出来之前，其实一直都没有把这个东西做出来过。当时我为了做那个单元啊，自己买了一台磁控建设的设备。花了我40多万还是50万，然后最后那个设备还被我搞坏了。然后呢，我们当时还为了拉这个膜，开发了一套这样的一个拉膜。这个拉膜上面的每一个都有一个流动测力计，然后通过一个单片机控制，然后又检测到那个一个单片机电脑控制吧，就检测到它的力度到达一段了过后，然后停下来，等其他所有都达到一个张力的过后，然后再继续拉，这样的一个自动化的拉膜设备。最后还是报废了，因为它不好用。我们最后没有用这个方式。然后左上角呢，是我最早做 demo 的那个，当时还是用 NTPT CNC 做的，就想做高端一点嘛。然后最下面这个是我后来会发布的那个版本。然后很抱歉，它也没有被量产出来。就是这个东西我做了7年。就静电耳机呢，按道理来说不应该做7年。但是为什么我们做了那么久？还是因为水语是一个业务比较复杂的。因为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一开始就觉得做个静电耳机肯定是包不赚钱的。上一个做静电耳机的大厂，它都已经倒闭过一次了，我们怎么可能赚钱呢？所以就慢慢的做，就慢慢的搓，然后各种东西想法都融入进去。然后后来呢，我们也看了很多的资料，然后也学习了那些 DIY 的一些先进经验，做了尝试。然后经历过非常多的失败，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要稳定的量产、声音一致性高的静电耳机，所以就这一点上来说，比 DIY 手搓一个东西其实难点要高很多。那这是我们目前交出的答卷。其实去年我们已经把它的工程机又亮相过了，然后现在我们拿出来这一版和当时大家听到的又都不一样，反正就是又改了很多。我们为了量产出这一颗单元来，我们内部也开发了很多的工装制具，开发了一套专门用于老化测试用的静电耳放，但那个东西不是那种可量产可以给用户的东西，所以我们就像我们为了做音响，我们开发了个3000瓦的功放，那个东西都不是适合给用户的东西。反正其实要做出一个量产稳定的产品来说的话，要辅助的东西还是挺多的。
这个单元尺寸是112毫米。为什么是112毫米这个数字呢？不知道，就是堆叠的就堆成这个尺寸的。然后为什么这次我不放爆炸图了？是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放的爆炸图，然后负责开发这个项目，就现在在还是负责这个项目的2个同事跟我说，哎呀，我们花了多少年时间打磨出来的结构，一个爆炸图放出来不就让别人看到了吗？所以就放的是单元的整体的图。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图看到，里面我们是一个金色的振膜，我们管它叫金色禅意。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呢？因为它很薄嘛，它是1.2微米的厚度，然后是个纯圆形的振膜。圆形的话，它的振动是不太是最均匀的，所以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用圆形的。然后材料是保密的，为什么是保密的呢？这废话嘛，就是我们做了很长时间，做那么多实验才把它弄出来。然后之前我们实验的那些电镀啊、手图啊，最后都不成功，所以最后成功的这个东西呢，我们还是要把它保密。这个振膜有什么特性呢？就是它很稳定，就真的很稳定，在不同的温度、在不同的湿度下，它的性能表现都比较稳定。然后它的极化电荷分布也很均匀，很可控，可量产。然后我们的这个类似于欧米伽思路的双层的网，但不太一样的是呢，我们的内层的网是一个更稀疏、更细的结构，它的保护性、它强度不高，但是它对声音的反射少。然后我们外面这个网呢，是一个更粗糙的，然后就每一根更粗，因为它距离更远嘛，所以我更少的担心它反射造成的影响。但是它的强度更高，就能够保护到。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设计来，既保护了振膜。其实不是保护振膜，是保护的被动膜，因为静电单元其实是有3层振膜的。另外一方面呢，又有一个足够低的声音反射，然后来做成一个比较合理的频响。这个耳机的频响呢，目前来说是比较优秀的。低频大家看到的这个东西呢，是因为我们这个耳机不是一个非常高密封的耳机，反正其实你测试也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其实更多的追求了一个中高频的平滑度。融合自然的透明的静电耳机的魅力，同时呢，我们把声音调的有动圈那种味道，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个007的这种调音风格，但是呢又有更高素质的一个耳机。然后这是我们的失真，然后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次做 PPT 做的比较紧，所以每一张图都是我们设计部不同的同事负责整理的。然后一般我们都会把这个实验室噪声这部分给它去掉。但是呢，这张图还是保留了，所以你们看到黄色的一个线条那么高哈，那个是实验室噪声，不是失真。就是我上面也会提到，黄色是实验室的本体噪声，然后从绿色开始，红色、绿色开始才是失真。可以看到红色、绿色，我们的偶次谐波和基次谐波失真都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准，也很稳定。然后我们用了通用的5针插头。因为我们这次虽然我们也在开发耳放，但是不好意思，就是本来想这次端出来的耳放失败了，我们定制的那个变压器有问题，反正就没有做出来，所以就我现在只能推荐各位去买拓品的耳放，或者说去买 Stax 的耳放。我们这个耐压还可以，所以我们不限定你用那个什么拓品也好啊，用 Stax 的几个耳放也好，你用 BHSE、用 KG、SSHV 这些都可以，没问题。然后干式碳纤维头梁和天空之城一模一样，柔性3打印头梁和天空之城一模一样，我连图都懒得换，直接套用的。然后我们的小羊皮缝制耳垫，然后接触的这个部分呢是采用的透气的材料。然后这个容器是经过反复测试打磨的，会把频响弄好。如果有 DIY 有动手能力强的话，其实还可以尝试再优化一下。这个东西叫 Monzero 月龄就代表是我们从最开始到现在的一个渴望。因为当年最早做平头塞的时候，我就是玩009的大学人。我当时为了玩好009，你想一个大学生省吃俭用买了个 BHSE， 何等的可怕。然后，就这样的一个产品，终于还是端出来了。然后我们在这几天就会开启它的预售，然后我们预售的时间会拉得比较长，但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可以量产了，只是我们不确定会有多少订单，所以我们会拉得比较长。2999元。
这个我出于广告法来说的话，我只能告诉大家，这可能是3000元以内比较好的静电耳机，它可能不是我们做未来会做的最好的静电耳机，也不会是市场上最好的静电耳机。但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满意的答卷，而且是我花了这么多长时间来做出的一个产品。声音会比较好。这次我们带来了给大家试听，同样用来搭配它的，我们带的静电耳放是一台限量版的 MSB， 所以我相信这套放式能够比较好的发挥它的水平的。然后这是我们新的 slogan， 就在我们终于把我们静电这个梦给圆出来过后的这一天啊，我们发布我们一个新的 slogan， 我觉得比之前的要用心一点，愿我们都能够追求自己梦想中的事物。May we all chase our dreams, and 有没有此一此之克拉内马斯尤尼？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是一个做梦的品牌呢。我们内部之前也说，经常说自己是梦到什么做什么。那如果能够追求自己梦想中的东西，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团队赖以生存、赖以为生的一个根本。然后也是我们品牌发展到现在的和别人的不同之处，也希望有这些东西，我们可以做出更多更好的东西来。然后其实还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啊，我这次没有端出来，因为我们这家公司嘛，就是喜欢办公出细活，欲速则一坨啊。感谢观看，谢谢大家。